video check it。更上镜头啊！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权贵或者说是他们的国王住的地方。这个呢是这个李石的柱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柱子啊，它不是一整根石块做成的。来，我们今天要出发前往的地方就是土耳其。今年来到土耳其，现在我们来到的土耳其这个地方是亚洲区的土耳其，一个横跨欧洲跟亚洲的城市跟国家。现在来到了土耳其的特洛伊遗址。所以这个地方的9个这个发展的这个时期，这边有一个红的，这是第6，第6呢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它鼎盛的时候。那鼎盛的时候，当时呢，它这个城市的王子，他跑到斯巴达去访问，结果把人家的皇后给抢过来了。抢过来以后呢，才会有攻打特洛伊这个故事啊。那最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海边的一个村镇。那开始的时候，有人到这边来住，这个后面就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不错，然后再人越来越多，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城市。那最早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只是就说房子都建在这个一起啊，就成了这么一个小镇。那最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说这个城市越来越大，那他们就开始建造这个城墙。那到了这个6世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围墙里面有宫殿，然后外面的话呢还有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那在这个地方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到后面发展起来以后呢，里面有内城那外面还有外城，大家可以看到外城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是比较这个普通的百姓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权贵或者说是他们的国王住的地方。这个叫做考古学上、历史上的永恒的传奇特洛伊特洛伊它虽然是一个废墟一个遗址但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作为考古学家来自这个欧洲啦、亚洲啦、非洲所有的考古学家呢，把这个城市呢对土内底给挖出来虽然无足侪人讲但特洛伊这个遗址当中真正找到什么宝物啦但是呢这个所在呢，伊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所在，因为这个所在呢不是埋藏大量黄金的问题，这个地方呢拥有考古学伟大传奇当中的一个，那就是荷马史诗里面所撰写的《木马屠城记》。那我们现在呢，就走在这一片我们所谓的废墟当中这个废墟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而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每一趟来到这边呢，也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什么？这里就是木马屠城记的旧遗址这个地方呢，土耳其这个夹杂着这个东西方文明的地方经过2个包括希腊包括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宗教当中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遗址是呢，大家往下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最底下的话呢，他们是采用的这个就是说自然的石块垒起来那我们上面看到的像是类似于那种红砖一样的，那是就是说之后他们在做这个展馆的时候，为了方便大家看把它做成一个城墙。那它的底部的话呢，就是在4500年的时候当时所留下来的这个石头。很少有一个地方，很少有一个故事呢，能够像特洛伊一样的传奇故事流传到现在希腊诗人荷马写下了这个2大史记
这2大史诗描述当中的这一个故事就是在这里面呢，如何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希腊斯巴达国家的穿越爱琴海来到抵达了特洛伊等等这个故事呢，每一次当我在介绍特洛伊遗址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特别的有兴趣，也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在这里面永远流传的阿基里斯那如何领导了这支军队来到特洛伊灭掉了这个城市，围城攻城如何这个包括特洛伊末代的国王如何捍卫奋斗这个他的国家，所以我相信所有那少年家啦少年家一定稍微爱看史记小说的都会来到这一个把这一个荷马史记里面的这个特洛伊的这一部片子这个小说呢，就把它给看完了亚历山大帝把荷马史诗当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都视为史实啦，就是真实的故事啦。至于荷马传说当中一个古希腊游客诗人这里呢都是证明了特洛伊遗址的地方，一直到了19世纪这个时候在气红出来料呢，才证明了当时特洛伊的遗址，也证明了当时的这一个故事的真实性。这一个奥德赛变成了不只是单纯的文学而已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贝加梦卫城，贝加梦卫城呢，是咱但土耳其系列介绍当中得到来翕的所在这岛的土耳其呢，其实我们有改变了一些新的景点每一次我们在行程上面呢，总是能够做到一些巧妙性的变化呢，我们尽可能的会去带给客户观众视觉上的新享受显赫一时，贝加梦王朝达到巅峰时期，享有雅典第二、希腊雅典第二的美称。你知道不？但东西的社会，现在称之为雅典第二的东西不会简单呢。卫城更是当时的文明的中心。希腊语，卫城就是高地的意思 ，Angro 就是高地的意思Polis 就是城邦，卫城就是位在高地的一个城邦，曲终人散了。一样，他在土耳其薛港留下了一个断垣残壁，就在这一个卫城当中就在土耳其当中。在土耳其，你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呢，都是所谓的遗迹也是很多的这个景色来，那我们坐了这一个缆车呢，慢慢的往卫城上面走，沿路上可以看得到。因为刚好这个玻璃外面呢有了这一个水珠，所以呢，Eno 熊男的在看的很原始的一面，在这一片废墟的卫城上面看得到这些羊只，就在这边，在伊斯兰的地方看到羊是很正常的来，我们现在坐上了缆车，到达了最上面的卫城来看看。上来的卫城之后呢，就在这些断垣残壁当中很多人会说加泽郎宫到底来土耳其到底要看什么呢？我跟你讲，来到土耳其呢，来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地方你要拥有的心情土耳其，说实话，我来土耳其这个时候在呢，熊就超过3道英雄我来到这边，我还是觉得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小王的感觉你来到伊斯坦堡，你会很震撼东西文化的交流。一个横跨欧洲跟亚洲的城市呢，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而当你来到了在伊斯坦堡以外的国家呢，为之震撼的是什么？为之震撼的就是哇，这个国家的地形地貌这么的丰富再来呢，
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土耳其有很多的叫做废墟，但是呢，你知道这些废墟带来的是什么？这些废墟带来的是3000年、4000年、2000年以上的这种文化啊，这些历史的遗迹。这个地方曾经被2种不同的宗教，2种不同的文明所统治过。在有2种文明、2种宗教在统治它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了很与众不同的感觉。这个所在呢，就充满了真无同款异国的特色。这就是我真该来土耳其的所在，尤其是这道咱来到 Turkey 的对，咱来到 Turkey 欧海哦，这道咱有来欧海，包括来这个贝加蒙卫城哦，所以 Turkey 各有真侪所在，会使互咱慢慢啊来遮欣赏，来遮行。有的人讲中东的国家真危险哦，其实呢，我常常跟大家讲哦，人生要来得及去看世界啊，不要错过了啊。人生也要来得及去说爱，包括你的家人呢，你的爸爸妈妈啦。所以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因为很多的事情都不愉快啊。虽然还是会不愉快啦，看很多的事情，看得不开心哦，看得很讨厌哦，都会哦。但是我觉得不需要，让这些东西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行万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句话一直深萦在。小王的心目当中，小王并不是念很多书的人，甚至我可以说念书也不是很厉害，从小就爱乞讨，但是呢，我从事了这个旅游这个行业之后呢，哇，走遍了全世界各地，我不会有一般那种哇，这些所在惊了，我出国过来青岛过来霸道，黑无啥会，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出国的这些经验呢，让我内心更是充满了感动跟感激哈。会使让我看了全世界已经，会使让我感受到这震撼的这些伟民这些国家的文化。它让我虽然不是很会念书但是呢学历也不是很高，但是呢让我看透了更多的东西。让我看世界物件，让我了解更加多文化，更加多外国。然后好的所在的对，可以让我回来把这些东西呢传达给我周遭的人知道，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这些美好的记忆跟回忆呢，让我这一辈子是最大的收获。认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认识我，我很开心，这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这一个贝加蒙卫城呢，这个帝国的文明与伟大呢，它后来再伟大，再文明的帝国，你们有发现吗？它还是会有灭亡的一天，还是会有下一个朝代来取而代之的一天。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废墟，看到万人大型的剧场，整个贝加蒙当时的这个起哭啊，拥有的就是这么震撼的美感，拥有的就是这么震撼的东西。那这些地方呢，来到这边以后呢，要您亲自来这种感受看看。土耳其我常讲它如果在比较夏季的时候来呢，通常呢，你看看这个地方都没有遮阳的地方，你来到这个时候在你的冻上一点会很热。虽然这里的地中海型的那个爱琴海型的气候呢，它不会有像台湾的这种湿热它是属于比较干燥的热，但是呢毕竟在夏天来的话呢，还是有一挂冻头，没有冻头你干嘛就怕因为有点受不了，所以永远我都很喜欢在凉爽气候的情况之下来推展土耳其这条路线。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在3月份来到土耳其。每一年的3月份是我特别喜欢推土耳其的时间，因为真的在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呢，土耳其的气候是最凉爽的。来到这里，看看第一次我们来到的一个仅次于雅典的这个古城贝加蒙遗址这个卫城的遗址呢，有如像希腊神殿般的感受，这里很特别。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走。我们每一次来到土耳其，几乎都会经过的叫希林杰希腊小镇。这一个你看，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充满了希腊风情的小镇，您绝对不能错过了希
林节这个地方。哇，无花果，有，还有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玫瑰精油是吧？玫瑰精有吗？在。新鲜，对，比较带回台湾多了。在这里买多少钱？忘了，15块，15粒啦。不要叫怎么喝啦？结果跟那边钱啊，少啊，台湾没我这，1000了，贵。这边你试一下看好不好吃啊？好吃，还没吃就好吃，你还没吃就好吃。加后酱。对啊，别离棍，别离。麒麟节这个所在，你来到这，你绝对会使看到伊卖真侪物件吼。糖那边土耳其的软糖啊，土耳其一寡特产啊，果实类的啦，哈，哇，真的哈。来到土耳其呢，你会看到很多小小的欧米亚给哈，总是令人爱不释手，而且一家欧米亚给上特殊的是啥啊？它充满了这个当地的这种土耳其的。这种 style 啊，就是它的风格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这个国家的卖物件呢，哈，有的国家的卖物件呢，千篇一律，你看不出它的特色。这相信大家拢真知影哈。但是你来到土耳其的时阵呢，你会使发觉这个国家的卖物件真有伊家己的特色哦。这就是这个国家它的色彩鲜明。所以你来到这个所在呢，你去买伊的物件时呢，你就会有很大的特色哈。麒麟节只是踮土耳其旅游路程当中的一个小店甚至是一个吃饭的店但是这个小店呢，行开了呢，它有一种很淳朴的乡村风格走上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浓郁、感受很强烈的风格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曾经在希腊时期的时候呢，被就是带有希腊式的这个移民呢来到了这个麒麟节所以呢，你来到麒麟节其实呢，自然而然不能错过的就是还有一个叫做土耳其的冰这里卖土耳其的冰呢2、3打也习惯了观光客讲醋皮很漂亮。哎，钥匙里面对，买衣啊。钥匙圈很漂亮，脚印很漂亮。无花果，无花果，红花。无花果啊，但土耳其无花果是大家最常买伴手礼有当下大家买有当下大妈买买起来介绍呢，有当下无共婆婆妈妈就会开始讲这遐贵，遐较俗，遐较贵，这较俗就会开始他妈比来比去哎呀，错过了。买过了啦，不是错过了，买了就 OK 了啦我自己都是这么觉得，我也常常跟传爸爸妈妈出来吃头，我嘛是甲讲有买的好不要在乎为了那几块钱哎呀，我们出来时间才是重点对不我们出来尽可能的把可以看的东西呢放在眼里并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今天这边买了多5块，那边买了多10块，对不对重点就是我们尽量能多看、多走、多了解、多体验、多快乐我们就去从事它这件事情那在这一个越过番红花城之后呢，虽然我们的行程不是这样子走土耳其的行程呢可以正走也可以倒走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走。而这一次呢，这个行程从特洛伊开始走呢，也就是小王每一年几乎都是从这个特洛伊一路这样走过来绕过去的我们连续3年走的路线呢，都是从这个路线开始走而这个路线呢，当然就是这一次的路线呢，当然有一点稍作改变就是多了几个景点。在这里呢，海拔350公尺的山间地上呢，种植了很多的果树。在水果酒是麒麟节小镇上盖5名的樱桃酒跟小蓝莓酒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边不一定是买樱桃酒跟蓝莓酒买的常常都是这种小饰品水蜜桃啦橄榄啦波德啦加所有的这个水果酒是真有名的。麒麟节正是土耳其比较新兴的旅游胜地，这个地方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你用很
很 enjoy 的心情呢，在这个城市当中，在这个小镇当中呢，你会觉得哇，好具有风格特色的小镇哦，这个速度那么快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一次带领我们在土耳其当地的人哦，土耳其的人有这种型哈，这个型我没上海像讲哈，就是这个型有一点，这个是我每一次到土耳其的感受哈。土耳其现在其实这个国家不算是小哈，但是这个国家就是有一个很，包括你在这个国家转机呢，它还是有一种中东国家的 feel 啊哈。什么叫 feel 呢？就是这个国家呢，我真的可以讲哦，要变好不啊？我跟你讲，好不啊？看到台湾、咖喱本。video 先给你的。要上镜头啊！对。OK。它在世界上呢，它是排老2，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古迹哈，是老2。然后呢，在土耳其的话呢，它是最大的这个古城哈。这个呢是这个李石的柱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柱子啊，它不是一整根石块做成的，它是一块一块叠加的。那这就是在对，那就是在叠加之前的话呢，它的2个连接面的话呢，它是要把它就是说打磨平，就打磨比较平整。艾菲索斯古城遗址，这一个艾菲索斯呢，绝对100%啊！这个但土耳其来讲最大的遗址废墟哈，其中之类哈。这个城市最早建立的传说呢，神哈有基喜公被吹的会、低、喜这3项宝贝呢，你该会使建这个艾菲索斯哈。那当时呢，建艾菲索斯的人来到这里呢，到处寻找这3件东西呢，寻找不着哦，以为可能不能建成的哈。那后来呢，那找到了这一个神谕的3样宝贝呢，也建了成。因此，艾菲索斯初期呢，就被找到这3样东西的这个人叫做阿帕扎斯啊，阿帕扎斯这个名字哈。土耳其语叫做伊菲索哦，伊菲索。那伊菲索对基督教很重要。一个圣徒圣保罗在第2次在小亚细亚传道之旅，曾经在这边待了2年。传说当中，耶稣死后，施洗者圣约翰呢，伴随着圣母玛利亚，在这边完成了约翰福音。这个地方，它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古城、罗马古城，叫做艾菲索斯哈，来到艾菲索斯呢，当然了，你又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什么啊，废墟啦啊，这个希望哈下一趟我还有机会再来土耳其，我真的，我光今天我还蛮喜欢来土耳其这个地方的，我真喜欢的啊，所以希望下一次呢，我还有机会再来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哈。是一头狮子。大家都知道，动物狮子是很厉害，狮子是王哈。那在希腊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人呢叫亥克斯。亥克斯呢，他曾经跟狮子就是徒手拿着把剑，把狮子给制服了。所以他们呢就利用他的拿着狮子的这个雕像呢，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守门柱哈。所以可以讲的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呢是一段，然后从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话呢，它可以讲是这条城市非常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这个古城呢，屹立到现在呢，其实超过了2000年哦，是埃菲索斯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了上赞的这个希腊的罗马古城哦。这个古城遗迹呢，在伊兹密尔东南方的40公里处，是塞尔柱的一部分哦。这个可以叫做塞尔柱哦。埃菲索斯哈，以菲索跟埃菲索斯都可以哈。曾经有25万人在这边居住，它的富裕程度呢？曾经呢，让这个地方呢拥有了很多不得了的地方哈。这里所在呢，西巴尼景啊，有街灯，拥有希腊化时期一直到罗马繁盛时期的城市遗址，成为土耳其啊当时极具价值的这个所在哦。西元前1000年，爱奥尼亚人呢对希腊的中部呢迁移到土耳其这个爱琴海沿岸呢，就定居在了埃菲索斯以菲索这个所在哦，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所以这个城市你带进来，再看来的废墟呢，你也在看到一家在柱式的架构哈，条形的柱式架构哦，其实就很像希腊式的这种建筑哦。那这个配上大量的雕刻跟壁画，还有甚至有最早期的马赛克哦，爱奥尼亚式的建筑因此得名，成为古希腊5种建筑的风格之一。爱奥尼亚人在文学、哲学、地理、史学、建筑、雕刻等方面对希腊的文化贡献呢非常非常的深远，所以埃菲索斯的古城建设汇集了这么多的成就，就在这个地方哦。大家特别注意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这个柱子，它有就是说上下总共是16根柱子哈，但是它的柱子呢是中间出2头细。来，这个呢是就说是希腊人很独特的一种这个柱子。它一般的话呢，我们都是下面粗上面细，它是中间出2头细啊，请大家就是特别要留意哈。这个图书馆呢，这个是个市政图书馆，它可以就是说当时藏书92万册。讲起来，在它建起来的时候呢，应该是说仅次于亚历山大这个城市的这个图书馆。走下来，然后从那边过去啊，大家可以下来。好，走了。
土耳其呢对陶景的柳树呢看了有点兴趣缺啊，我跟你讲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会是你最喜欢的地方。这里所在叫它棉花堡，马来西亚叫棉堡你若一开始还没来过时，你对于这个棉堡的神奇的地貌呢难以相信，地球上竟然有这奇妙的所在看规定那棉花落里下梯田般的阶梯覆盖着好像下雪过的岩石。池子当中充满了淡蓝色的泉水，超现实的程度呢，直逼科幻电影棉堡的存在呢，真的会让土耳其成为你最想来拜访的国家之一。每年几千万拜访土耳其的旅客当中呢，有着相同动机的不在少数。然后，超红的人气却给棉堡目前呢带来的灾难相当呢，川流不息的游客呢。跟山上大量新建的他们家新建新美温泉旅馆使得这边的泉水量呢越来越少枯竭的水源呢，使得原本白色地表转黑了土耳其今嘛呢正在强烈的抢救棉堡当中，实在是这个地方太震撼了，这个地方呢太特别了，让人呢觉得没有办法不来土耳其棉堡这个地方了。这个所在以定义是这个喀斯特地形会使安尼讲这个所在来到这你对下卡看起来就是像我讲的神奇的地貌那这也就是棉堡最特别的地方棉堡地形的形成来自于涵盖的温泉水但流动的过程当中呢，冷却沉积下来的石灰岩层这个地区呢，总共有17座的小的温泉这个温泉水呢是这个真有名的所在棉花堡的山顶呢坐落着著名的希拉波利斯古城古城内可以看得到古罗马时期的神庙跟浴场这个所在呢，今年数据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气候呢，拢真好这个所在那棉堡嘛是土耳其上盖有名的所在，被列为世界遗产之前，棉堡在20世纪的初期呢，其实疏于保护那个时阵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嘛所以这个所在的东西呢，没有受到那么好的保护今晚咱来到家呢，最重点的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咱准备要来去泡温泉，但是不是腾更落浸浸一下卡嘞所以其实讲真的生态环境底下的保护呢，现在它才盖起了这些人行栈道，有没有看到这些步道那我们现在走上来上面呢，其实从这上面还可以看得到丁管有这个沟峡这一个山顶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山顶了，山顶有一个希拉波利斯的这个城堡这个其中呢，当今内底呢，甲有几个国家真共像这个美国黄石公园、中国四川的黄龙还有希拉波利斯这个几个建成了都跟这一个。这个，我刚刚前面讲的这几个地方很像那现在呢，当然他为了保护它，他已经盖起了很多的人行栈道这些人行栈道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不要受到破坏有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希拉波利斯就是在那一个古城小王真心的推荐，还没来过土耳其的，甚至你已经10几年前来过土耳其的，还要再来土耳其。漂亮，真的它带有的历史、人物、风景呢，让人觉得很震撼。当然，很多人会觉得饮食不合适啦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旅游当中的小小插曲。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城市原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进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是一片废墟了，但是。就说从这个，就是说，按照我们考古发现的话呢，这个城市原来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它这个城市的名字呢，叫黑拉波里斯它呢可以讲是我们昨天去的拜尔加马的这个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建的那就是说等于说是有2700多年的这个历史。On this way, on this direction. Okay, on this direction, but it is collapsed. This one is Roman Theater, number 11. In the second century after Christ it was built. Characteristic, it shows characteristic. 现在呢，这个地方也是作为另外这个辟出来做一个博物馆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博物馆。
那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建筑呢，就说一个呢是罗马时期建的一个剧院啊。那就是说这个剧院的规模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城市的话呢，原来还有一个歌剧院，比这个罗马时期建的呢要早，但是规模的话呢没有罗马时期大哈。那就是在这个位置，差不多我们这边看过去呢是在朝那边那个方向哈，现在也是被毁掉了。也就是说，希腊人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剧院哈。之后呢，罗马时期的时候呢，又比稍微晚公元后，那么在这个地方建的这个歌剧院呢，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就是那边山坡上面啊，基本上还能看得到。那就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昨天在那个在埃菲索斯的时候，大家有看到，就是说